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以前封建时代有一样东西是被禁止的，只有皇帝才可以学，叫做地黄术。而此刻地黄术已经成为了我每一晚都要去研究的东西，因为我追求的早已不再是财富自由这种层次，而是要成为一个资本家。我以前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以为只要达到富爸爸所说的被动收入大于支出，我就可以退休，然后什么都不干，到处环游世界。但我发现这是一个坑，因为只要你踏进了创业这条路，你根本无法财富自由。为什么我们常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呢？很多的企业家、暴发户，他们因为一个点子，在很短的时间富了起来，以为自己很牛，但也在一瞬间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不配拥有这些财富。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天你和另外9个人一起去干一个项目，你是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所有的创意和想法都是你想出来的。另外9个人呢，都只是帮你干活的。这9个人是可以被取代的，就算你到外面随便找9个新的人回来，你的这个项目也不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项目最后成功了，为你带来了1个亿，你自己拿了9000万，然后剩下1000万，你平均的分给这9个人，你觉得对他们已经很好了。但这9个人呢，就不知足，他们觉得这1个亿应该要平分，每人拿1000万，所以他们就会联合一起来弄你。当一个老板被全公司的人针对的时候呢，毋庸置疑，倒闭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弄死你的不是外面的人，而是你自己的人。所以学过地黄术的资本家会怎么玩呢？先拿1000万分给这9个人中最有本事的1个人，然后按能力把这些钱分给不同的人，这个叫做转移视线。首先呢，这个拿1000万的人已经站在你这边了，他就会觉得你对他很好，然后也不会谋反，因为就算平分这1个亿，他也是拿1000万，但这有风险，他现在是稳拿。然后你想，这时候被讨厌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拿1000万的人，能力最强的人，凭什么他们拿多我拿少啊？不公平啊！因此他们就会鬼打鬼，互相的争斗。这时候你拿大头就会变成很自然的事，也没有人会针对你，因为是你决定了他们拿多或者拿少，你甚至会变成好人。这就是我们资本家应该学习的地黄术，是历代权力最高的人呢才能学习到的至高无上的禁术。那这个禁术不是说让大家学会以后去害人，而是说要保障自己。因为在古代，皇帝学不好地黄术要掉头的，而现在老板学不会地黄术，你的资本就会被转移。而作为下面的人呢，你更要清楚自己是否被算计，被算计了如何去保存自己。所以你必须要看到最后，你的格局和气场将会瞬间的被拉高。我告诉你，我们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那么这部影片呢，不牵扯到政治，但也怕被下架，所以你可以先点赞，希望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也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首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封建思维。对的，以前权力只集中在1个人的手上，但如今这资本为王的社会，你只要能够赚钱，你就能够指挥别人为你干活，钱就是你的权利。你看看马斯克有多少员工，对吧？他的企业就像一个帝国一样，而大家都知道，老板和员工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你不要说这种毫无血缘关系了，有的时候哪怕是我们的父亲，我们也不会完全听他的话，对吧？如果你觉得一个人要听你的话是要透过血缘关系的话，那么你在古代可能就要被害死，因为要控制一个人讲的不是关系，而是权力。在古代，一个皇帝可能就被自己的母亲、亲兄弟、太监、臣子、老婆等等谋害，所以有没有血缘关系好不好，你都有可能被人弄。现在也是如此的，所以越接近金字塔顶部的人呢，我们是很难相信一个人的，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我们只相信2个字，就是权力。严格来说，地黄讲的是一个权字，但因为如今是资本社会，所以利也是非常重的筹码。而地黄书讲的就是如何把所有的权力都凝聚在我们自己的手上。这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地黄看家本领就叫做制衡术，就是用制度去平衡权力。这制衡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弱臣术，就是削弱一个臣子，
作为一个老板，绝对不能让自己的某一个手下权力太大，我们永远不能把某一个手下提拔得太高，或者说是对他太过于依赖。如果要是形成这种格局的话呢，那么无形当中就会消灭我们的力量，这就会让我们陷入非常被动的情况，哪怕是因为你的公司在某个时期的战略需要。你比如说在创业的前期，这个人很有才干，你没了他不成事，那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重用他，对吧？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事成了之后呢，古代的皇帝都会把这些功臣给杀了，因为如果你把他们辞掉，他们就有可能流入到敌人的阵营。但这种极端的方法呢，我们现代不可能做了，所以我们要退而求其次。当你的企业做起来以后，你就必须要尽快的去提拔另外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制衡前面的这个人，不然的话，前面这个人的权力如果太大，是不是就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威胁，对吧？所谓的制衡术呢，我们简单去理解，就是把所有下属的力量化整为零。我们不可以让任何一方的力量变得太大。如果下面最强的力量获得了平衡，就算以后有任何一方背叛我们，我们也不怕，因为其他的力量都会来群攻这背叛者。所以作为一个老板和资本家，我们不能够只重用忠臣，也不能够只用奸臣。当这个忠臣的势力太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重用奸臣的时候；当这个奸臣的势力太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来开始重用忠臣的时候。这个呢就叫做忠臣和奸臣之间的相互制衡。但现在如果你连创业项目都没有的兄弟姐妹，你前期赚点小钱也不需要什么忠臣奸臣的，就是现在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就可以等于一家上市公司了，自己就可以干起来了。而且一旦系统搭建好了以后，你赚的都是被动收入。那这些我现在不多说，我私人准备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但免费不是说没有门槛，这培训呢有人数的限制，而且不能重播，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准备。有兴趣的可以在右上角或者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连接免费报名。那么我记得小时候啊，看这历史和电视剧的时候呢，我就完全的搞不明白，心里面也特别的纳闷，为什么这个皇帝要冷落这些忠臣呢，反而还要去重用那些奸臣呢？我当时心里面就很不舒服，难道皇帝不知道这奸臣是坏的吗？其实到现在慢慢的把这些商业啊、人性啊、权术啊都开始研究明白之后呢，我才知道忠臣的势力太大的时候，其实他们对皇帝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奸臣。所以皇帝重用奸臣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这个忠臣。所以一个优秀的老板就是不断的平衡忠臣和奸臣之间的势力。当他们这种权力变得比较平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打得越来越厉害。他们打得越来越厉害呢，对老板来说，你的权力肯定会越来越安全嘛，对吧？如果连你的下属之间权力都不打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们就会跑过来打你。当年刘邦在打完江山之后呢，花了差不多有8年的时间，把那些有危险的异姓诸王全部给铲除掉了。比如说这韩信啊、这彭越啊，还有英布都被他杀了。然后呢，他把这些封地全部都分给了自己老刘家的亲戚，对不对？其实刘邦的这种做法呢，后来也造成了很大一些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历史证明了同心封王也并不比异姓封王更可靠。因为异姓的王呢，如果要是有点想法的话，他最多就是跟皇帝要点钱嘛，要点割据嘛，搞点地方嘛，对不对？反过来同姓的王爷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都姓刘啊，对吧？如果同姓的王爷要是有异姓的话，想要造反的话，他们想的就不是要点地方的问题了，他们就想要篡位了。因为在古代是非常看重这个血统的，就说你要造反，你要曹操，你不是姓刘的，那么你就出师无名。而如果你叫做刘备，你是皇叔，那么刘备的造反呢，就叫做去稳定汉朝的江山，是出师有名的。那以刘邦的政治智慧，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呢？他怎么可能看不到这样的危险呢？所以刘邦就把那些有危险的异姓诸侯王全部给铲除，但是他并没有说把那些开国的重臣全部给杀掉啊。你比如说那些并没有封王的忠臣，多半都是被刘邦留下来了。有2个原因，一方面这北方还有匈奴嘛，你也得留点人去打仗啊，全杀光了谁去匈奴啊？那么另一个方面呢，这些留下来的忠臣就可以用来制衡那些刘家的王爷。万一那个刘家的王爷想要造反的话，这些忠臣就会挑出来，你们敢造反，打你们，对不对？那么反过来，其实老黄家的王爷呢，对这些留下来的忠臣也可以形成制衡的力量。所以刘邦虽然说是流民出身啊，但这个权术玩的就非常牛了，他可以超越两方的力量之上。
站在最高的权力位置去操控他们。那么在帝皇术之下，是不是所有的臣子最后的结果都要被除掉呢？不是的。你有没有见过几代都是当官的呢？有吧？那么他们生存下来有什么秘诀吗？2点，第一是聪明，你必须要知道你上面的老大忌讳什么，权力嘛。那么你只要不牵扯到这底线，你就可以活下去。所以你需要让你手下的人看这部影片，因为这样他们就会清楚什么是他们不可侵犯的。而第二是忠诚，要不要留你，都是取决于皇帝点头跟摇头的这点动作。虽然说秦始皇是韩非子的粉丝，他非常欣赏韩非子的才华，但也怕他回到韩国帮助别人来害自己啊，所以也非常痛心的任凭李斯把他给害了。所以就算你有能力，你也没有想要掌控什么权力，但你也必须要表现出你的忠诚。这一点我最欣赏汉朝萧何。刚才也说了，这汉高祖刘邦呢，帝皇术玩的是淋漓尽致，韩信那点牛人都逃不过被杀，张良也知道自己辞官告老还乡，唯独这萧何可以留在刘邦的身边。这萧何的权力啊，重要性啊，跟韩信、张良一样的。但这人聪明啊，当时全国都在传一件事，萧相国爱戴子民，除了军区所需以外，都会做一些安抚民生、体恤民生的事，这不就是功高盖主了吗？这吓得萧何马上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名声弄坏，贪污啊，去强买田地啊，这些就是要去暴露自己的缺点。因为他很清楚，这刘邦的为人多疑，他可以接受你好色好财，因为他只要给你色给你财，你就很开心。但如果你很清廉，刘邦就会想你在图什么，对吧？图我的位置吗？你要做的比我还要好吗？所以就算全朝的官员当时都在弹劾这萧何，说他贪污，但这刘邦依然很庇护他，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这点大家出来赚钱的一定要去品一下。不站在老板立场的员工呢是没有前途的，没有员工思维的老板呢也做不大。每个人都想要别人去顺从自己的欲望，特别是当老板的总是希望员工顺从自己的欲望。但现在我们要接受一点，很少的员工从内心里面顺从老板的欲望。我们做老板的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一点的，不必要让员工都有非常高的觉悟，要顺从自己的欲望。老板可以顺从员工的欲望，用帮助这员工完成心愿的姿态来经营员工啊。比如说萧何如果想要发财，那么我可以给你，对不对？比如说员工想要买房子买车子，那么好，我来帮你们完成这心愿，你们把工作做好，我来辅助你们实现梦想。这就是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了员工的欲望了。这样的思路来经营员工呢，就会顺畅很多了，成就了员工，也成就了自己，顺便自己就赚钱了。那对于员工来说呢，你必须要站在老板的立场来思考和处理任何的问题，这样老板才会重用你，你才会爬得快爬得高。什么意思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当这曹操在讨伐东吴的时候呢，孙权就开了个会去讨论到底是投降呢还是打一架呢。有很多的人呢都是主张投降的，大家都说刘表的儿子都投降了，还封了官，我们也投降算了吧。这时候呢，有一个叫做鲁肃的人，他趁着孙权上厕所的机会，就问孙权说：“老大，我们当臣子的可以投降，你不能投啊。”孙权就问：“为什么？”这鲁肃就说：“我们做臣子的，换个皇帝还是一样当官，投降了，家产啊、官位啊都有保障。但你投降了，曹操给你做什么官呢？”那这孙权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必须要跟曹操干一架。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鲁肃被视为孙氏皇朝心腹的原因，因为鲁肃是真心实意的、彻底的为孙权考虑的人。也就是说，鲁肃是站在孙权的立场去满足孙权欲望的人。那么我们当老板的，在我们企业里面开会的时候呢，一直都是以彻底帮助伙伴们实现财富自由、人身自由，帮他们实现他们的欲望为目的来做项目的。当大家知道我有这个心思的时候呢，管理和指挥起来呢，完全就没有心理的障碍了，大家自然也就愿意尽心尽力的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帝皇术最高境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套帝皇术的系统，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威胁。记者，对于我们老板来说呢，权利就是我们的生命，绝对不能受到威胁，因为这会造成公司的执行力下不去的。记者，无论你做任何的决定，
决策，永远都要把你的权利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地黄素第二个核心的思维，保护自己的权利。那是不是只要是我们公司的高层，我们当老板的都要去提防呢？要怎么去提防呢？什么时候开始提防呢？其实我们要防一个人，不是看他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威望，更不是看他的人品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些都不是我们要防一个人的评估标准。我们的评估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否有造反的能力。大家记住，一个人想要造反，并不是因为他具备了造反的心，所以他才造反的，而是因为他具备了造反的能力，他才会有造反的心。一旦你的高层具备了造反的能力，那么作为老板的你就必须要找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给拿下。比如说我们在看《鹿鼎记》的时候呢，康熙为什么一定要拿下鳌拜和吴三桂呢？其实这两个人他奶奶完全可以帮他搞定的，但康熙当时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奶奶就特意的把这两个人留下，给他作为地黄素练手的对象。但这小孩绝对不简单了，他是历史以来玩弄地黄素最厉害的人之一。他很清楚一点，虽然这鳌拜和吴三桂不把我这小孩放眼里，但他们暂时也不敢有造反的心。刚才也说了，在封建时代，血统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你是皇家血脉，哪怕你是一个7、8岁的小孩，大家都会拥护你。清朝前期的时候呢，皇帝的寿命都不长，就特别多小孩当皇帝。康熙他爸也是，对吧？所以只要你这个皇帝来路不明，哪怕你再牛，所有的那些诸侯王，那些力量都会把你当成反贼来打。那这套机制呢，就是之前刘邦留存下来的。我们看《三国演义》就知道，那个董卓啊，他跑进去杀了要命，对吧？他第一个冲进这个皇宫里面，然后要挟那个皇帝。结果呢，各路的诸侯马上就来讨伐董卓了，没多久就把董卓给灭了，对吧？所以康熙还是马他的时候呢，他奶奶就告诉他，这鳌拜和吴三桂他们是不敢轻易造反的，最多只敢对你没有礼貌而已。但这两个人要不要除掉，还是要的，因为他们两个已经具备了造反的能力，哪怕他们没有造反的心，也得拿下。因为有了能力之后呢，造反可能也就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地黄素。那么其实创业要解决的问题可不止这些，你比如说应该做什么项目，怎么做，尤其是现在，如果你不把生意搬到互联网，那么你就会被互联网淘汰。甚至有一种说法，连房子都会不值钱，将来元宇宙，人们更向往住在虚拟的世界。那这些我不敢苟同，但互联网创业的确是最高效的创业手段，因为你不再需要囤货，也没有地域的限制，你可以零成本的进场，赚到每一分钱都放进自己的口袋。而有些人因为不懂互联网，或者说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就私讯我，想要跟我学习。那么这就是我录制免费培训的初心。我目前实践过，发现几乎适合每一个人去创业项目呢，就是 YouTube。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出现，我相信在不久1、2年左右吧，自媒体就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多人参与的行业。届时第一批进去占据市场的人呢，就会垄断这个市场。那么我做 YouTube 也1年多左右，30多万的订阅，那么这个数据如果完全按照我们商学院的 SDS 系统去做，肯定会更多。比如我 YouTube 只想免费的提供我最多的价值，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的影片都是20-30分钟的，那这就不是好的影片，因为现在追求的是短而不是长。但我平均每部影片都10多万人看，那这些你有兴趣的，一定要尽快免费的报名培训了。但刚才也说了，我们弄一个已经有权利的人呢，如果直接弄，搞不好会反噬，不然也会让你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手段来暗箱操作，这一点我必须要再次强调。因为很多的老板以为自己懂得玩地黄素，但操作起来呢，就像个笨蛋一样，不玩还可以去跪舔员工，完了以后呢，底牌都接了，然后公司倒闭了就过来找我。所以你一定要听懂当中的精髓。听着，你要弄一个人，如果你是按正规的程序来干的话，那么你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你会打草惊蛇，对吧？这样你就会给到他们充分的时间准备弄回你。你要知道，这个有能力造反的人呢，他是很厉害的，他是有很大的破坏能力的。到时候你还没有把他给拿下，反过来他就已经给你打得措手不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使用手段，我们要先慢慢的把这个人边缘化，然后温水煮青蛙，先把他调离主要的岗位之后呢，先削减他的力量，让他失去身边人的依靠。接着呢，我们再给他制作一些任务的陷阱，最后让他无力反抗。
别觉得我说这些很夸张，事实上呢，我发现差不多每一个老板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最近我有个商学院的学生问我说，他有个游戏公司，创业的时候呢，这游戏公司的核心程序被一个程序员拿在手里，而这家伙老是不听指挥，不听从管理，动不动就以销毁核心程序来威胁公司，问我怎么办。我的建议呢，肯定是坚决把这种人除掉，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不过不能直接处理，用地黄素。当时我想起一个故事，秦景公就问晏子，当大王的最怕什么呢？晏子就说，最怕老鼠与狗。当时的秦景公哈哈大笑，我怎么会怕老鼠和狗呢？你倒是说说看。那么这晏子就说我们老家拜祭祖先的时候呢，在祖先的牌位上有很多的贡品，于是就会引来很多的大肥老鼠在上面吃贡品。我又不敢打，不是不敢打老鼠啊，是怕打了老鼠之后，这些老鼠会在祖先的牌位上乱跑，然后把这些牌位都给弄倒了，这个不得了啊。那这秦景公问如何是好呢？这晏子就说好办呢，用其他的食物把老鼠诱惑到更加空旷的地方，然后再下手把老鼠打死。大家听懂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投鼠忌器。所以我给这个学生老板呢提出一个方案，先不动声色的给这个坏蛋程序员招聘一个副手。这副手的存在就是要拿到这核心的程序，拿到这核心程序了，就可以直接的把这坏蛋程序员干掉了。我们做大事的人呢，一定不要冲动，不要感情用事，要无声无息的用温和的手段处理这些矛盾的事情，把损失降到最小，最大限度的保证自己的利益。要把老鼠引诱到空旷冷静的地方，一次性的要了他的小命，千万不要跟这些乱臣贼子发生直接的冲突，然后造成自己承担不起的损失。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什么都玩明的，你什么都按程序来，我告诉你是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我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非常明白了。比如说在这个西汉时期啊，在汉景帝当政的时候呢，当时的各路诸侯王势力就已经非常强大了，这汉景帝的权力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威胁。当时呢，有一个叫晁错的大臣，他就跑过来直接跟汉景帝说，他们这帮人也太嚣张了吧。他就建议削藩。削藩什么意思呢？就是直接把他们的权力给拿掉，就是明着来。这个建议搞出来之后呢，就直接引起了七国之乱，差点搞得这汉景帝丢了王位。然后汉景帝实在没有办法，为了向七国证明削藩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是这晁错馊主意，他就只能把这晁错给杀了。那反过来我们看他的子孙汉武帝是怎么做的，他同样面对各方诸侯实力过于强大的问题，那他这处理的手段就非常刚明了。他直接采用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谋略，叫推恩令，就是推广皇帝的恩德。什么意思呢？他把这诸侯王爷的权力呢，想用推恩令把他们全部给打散掉。怎么干呢？他让这些诸侯王爷的亲戚们全部当官，比如说这个王爷的哥哥当市长，王爷的弟弟当院长，王爷的侄子当镇长，这王爷小舅子当村长。当这些王爷的权力都被他这些亲戚分化掉了之后呢，你看这所有的亲戚都当官了，那他的这些亲戚又不傻吗？既然当官了，肯定什么事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嘛，对不对？他们会不会什么话都听这王爷呢？王爷教他们做什么，他们得去衡量一下这利弊，再来看我做还是不做，对吧？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些王爷他就很难去动员这些有权力的亲戚来帮他们一起去打汉武帝了。你看这一招，汉武帝就玩得特别好，名为推恩，实为削藩。表面上我给你们好大恩情啊，其实本质上呢，就是把你们的权力全部给消灭掉。而如果你的公司年钱都还没有赚到，你还没有开始创业，除了要报名我为你们准备的免费培训，你还必须要记住，前期不要跟员工讲道理，只跟员工要结果。凡是想要把公司所有事情都解决完的老板呢，都是赚不到钱的老板。把心思只放在公司最赚钱的核心业务上的老板呢，才是赚大钱的老板。无时无刻保持研究市场、研究产品、学习知识。如果你拒绝这么做，你的竞争对手不拒绝这么做，你就被淘汰了。
老板不要太在意小钱，要想如何才能赚到更多的大钱。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要让公司的员工有让自己干的感觉。公司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谁有本事给谁分红，甚至股份。要为员工考虑未来，如果只考虑自己的未来，那么员工就不会跟你了。特别是优秀的员工，不要以为自己是老板就可以不上进，不上进就会被社会淘汰。不管你是谁，怎么才叫有胸怀的老板呢？就是敢把钱与权力分配给优秀员工的老板，想尽办法让员工开心。奶牛听音乐开心了，然后产奶量和质量都会变高了。人也一样，不要跟员工讲道理，只向员工要结果。越讲道理越没有道理，一要结果什么都对了，大家都没话说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